你们结婚7年了，周伟每个月给你6000，你应该存50万了吧？合着一家人都是神仙，不用吃喝。现在老龄化严重，身后安排肯定涨价，我要提前买。那个位置只要20万，养儿防老嘛。这个钱你们给我拿。房贷每个月3000，水电物业电话费等600一个月，还剩下2400块是养孩子一家5口的生活费。别说50万了，你儿子给我的钱50块都存不了。你别跟我扯这么多，我要的是我儿子的钱，你不给试试？试试就试试，老东西，真是给他脸了。妈，你放心，你就我一个儿子，这个墓地我肯定给你买。到点了，该跳广场舞了，别让陈怡等你。这个墓地钱赶紧给我，早晚都要买。我这是给你们省钱，别不知好歹。7年，我相夫教子，上养老人，下养育孩子，结果就成了婆家嘴里的白吃白喝。我知道你平时节俭，一下让你拿20万出来，你舍不得。但你想想，妈就我一个儿子，这个墓地早晚都是我这个儿子买。妈也确实是好心，老龄化严重也事实，墓地肯定会涨价。她提出现在买墓地，真是为咱俩省钱。你妈不讲理，你也不讲理是吗？除去房贷，家里每个月3000块钱，孩子还在读书，你妈还在吃药，你还是认为我存了50万是吗？那没有50万，20-30万应该有吧？再不济也有10万吧？我拿回我自己的钱，给我妈买墓地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要是不拿出这笔钱，以后每个月我就不给你转钱了。不转好啊，这破日子我过够了。果然第2天扣房贷的日子，周伟没给我转钱。以前他每个月给我转6000，分2次打。房贷每个月7号打3000，用来还款；15号打3000，用来一家5口的生活开支。他想拿捏我，那就让这个房子留给银行拍卖吧。夏宁，赶紧洗点水果给朵朵吃。对了，我们朵朵喜欢吃榴莲，尤其是泰国榴莲。家里没水果了，别写了，去跟妹妹玩玩。这是你爷爷家的孙女，跟你算是亲兄妹了。你是哥哥，以后得让着妹妹啊。没想到他又找男人了，算这次，光是我知道的就有5次，真正结婚的有3次。不过那3次婚姻都是发生在我跟周伟结婚前。他为了能跟男方领证，证明自己真心过日子的，给男方儿子带了6年半孙子，直到男方去世，他被赶了出来，才跟我们一起住。甚至在他给别人家当免费保姆时，每年都要病几次，只要病了就回来让我伺候。对了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声，我要结婚了。今天我们留在家吃，朵朵爱吃菠萝炒肉、可乐鸡翅、西红柿牛腩，你多做一点她爱吃的。你知道你亲孙子爱吃什么吗？不是跟你说让着妹妹，一点事都不懂。是他要抢我玩具，我不想给他抢。不许跟妹妹抢，再跟妹妹抢，我收拾你，听到没有？这是我家，我儿子有权利决定不分享玩具，你没资格管我儿子。你再这样试试，这是我孙子，我想管就管。你还知道这是你亲孙子啊？你带过他1天吗？给他花过1分钱吗？我就想玩一下哥哥的车。朵朵不哭啊，奶奶给你做主。周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，现在不得了了。我就让晨晨把玩具给妹妹玩一会儿，她就跟我吵，我说2句，她还顶嘴，还说我没资格管孙子。夏宁，你又闹什么？我闹？你妈把晨晨从椅子上拽起来，不让他写作业。他抢晨晨的玩具给别人家的孩子，晨晨不愿意，他就动手吓唬他。听他胡说，小孩子能懂什么？他是哥哥，让妹妹玩一下怎么了？晨晨，你是男孩子，让妹妹怎么了？可这是我的玩具，妈妈说我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分享。你看看，都是你妈教的，一个孩子被她教得这么自私，以后长大了还得了？孩子不愿意分享自己的东西，不叫自私。你们抢他的东西，还吓唬他，这才叫没规矩。夏宁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那你想让我怎么说？你看看，他打你儿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一句孩子疼不疼？你一进门就怪我，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妈能有什么坏心？她是晨晨亲奶奶，难不成还能害晨晨？就是，
我亲孙子我还不能管了？我看你就是嫌我住在这里，嫌我吃你的喝你的，现在连孙子都不让我碰一下。你住在这里是我嫌你吗？这7年你带过晨晨一天吗？他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上幼儿园哭着找奶奶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给别人家带了6年半孩子，却连亲孙子爱吃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少拿这些事儿压我，我愿意帮谁带孩子是我的自由。我把周伟养大已经够不容易了，我老了还不能过几天自己的日子？夏宁，这事我早跟你说过，我妈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你不要总拿孩子说事儿。我拿孩子说事儿？晨晨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他被委屈了，我不能说。周伟，你松手！你给我闭嘴，别成天像个没教养的泼妇。哼，听见没有？也就是周伟脾气好，换成别人早就不要你了。我没教养，你妈在我家凶我儿子，你不管她，反过来说我没教养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一回来就听见你吵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妈妈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流血？妈妈看看我。妈妈没事，晨晨别怕。爸爸欺负妈妈，爸爸坏。你看看晨晨被你教成什么样了，这么小就敢顶撞爸爸，这以后还得了？小贱人，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周伟，这个婚离定了，你不配做我儿子的父亲。夏宁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离婚，我以前眼瞎，才会觉得你能当丈夫、当父亲。你妈凶孩子，你装看不见；你自己对老婆孩子发脾气，还觉得自己有理。周伟，你不配。拿离婚吓唬谁？要滚赶紧滚！离了你，我儿子能找到更好的。你带着这个小的滚出去！我倒要看看你没娘家、没工作，能在外面撑几天。晨晨，还能走吗？妈妈，我跟你走，我不要在这里了。小孩子懂什么？等没饭吃的时候就知道谁家好了。夏宁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别想轻易回来。你放心，这个家就是跪着求我，我都不会回来。夏宁，你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嫁给你。她没娘家，能有什么骨气？出去哭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她这种女人，离了我们周家，谁要她？我妈早逝，我爸再娶，后妈从小就苛待我。我以为嫁给周伟以后，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家。原来不是，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我没退路。妈妈，我们去哪儿？先找地方住，以后妈妈养你。妈妈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，以后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婚姻7年，我以为我找到了避风港，结果是在柴米油盐中过尽了苦日子。我累病了，发烧到39度。饭呢？不就是包几个包子吗？谁家女人不干活？妈妈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吗？是，虽然小一点，但这里没有人骂你，也没有人欺负你。妈妈，我会听话，我以后少买玩具，我不让你那么辛苦。你不用这么懂事，你只要好好长大，妈妈就有力气。我在家包包子卖，虽然日子过得辛苦，但也比在那个家里被人当成免费保姆强。至少我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我和儿子身上，至少我不用再听婆婆阴阳怪气，不用再看周伟那张理所当然的脸。辛苦，但养活我和孩子没问题。好了，看在你已经拿20万给我买墓地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20万？我什么时候拿钱给他买墓地了？你妈说我给她钱买墓地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从银行贷款20万，墓地早买晚买都是买。听我说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这次这个吴叔退休金更高，1个月3万呢。妈要买这双人豪华墓地，主要是给他表真心。这以后妈跟吴叔在一块了，那么多退休金肯定花不完，还不是给我们花？你居然背着我贷款，我已经起诉离婚了。我告诉你，周伟，这笔贷款你自己还，跟我没关系。肯定什么时候赚过钱了？对于没良心的人，说再多都是浪费口舌。
爸。跟爸爸回家。喂，晨晨，我接回家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什么时候谈？你妈那人小气又小心眼儿，不识大体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她一样。明天就请客了，菜到现在都没买，家家过日子都有小摩擦，我不会放心上。你赶紧去买菜，准备准备，一定要去大超市买新鲜的，别贪便宜。你们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是你们周家免费保姆。妈，现在买菜也来不及了，明天我们订好一点的饭店。夏宁就刀子嘴豆腐心，你结婚是大喜事儿，她不会不识大体的。看他们娘俩能自负到什么地步。妈妈，你来接我，我不想在这儿。周伟，你居然背着我给晨晨请假！妈妈，不是我的错，奶奶一直偏向他。谁弄的？谁碰你了？小孩子闹矛盾正常，大人不要插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是男孩子，要让着妹妹，别不懂事儿。这是账单，请您过目。别在这干杵着了，赶紧去把单买了。我买个头！你去拘留所过新婚吧。我要报警，我儿子被人欺负了。我管我孙子怎么了？这是我们周家的孩子，奶奶教育孙子天经地义。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我儿子以后不是你们周家的。夏宁，你发什么神经病？放手！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多亲戚朋友都在，你非要闹得大家都难看是不是？难看？你妈欺负我儿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难看？她让我买单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难看？周伟，你们母子是不是觉得全天下都该围你们转？我妈今天结婚，大喜的日子你非要闹，孩子之间一点小矛盾你上纲上线干什么？我妈是晨晨亲奶奶，打两下怎么了？打两下怎么了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晨晨脸上的巴掌印儿还在，他才多大，他凭什么打他？凭我是他奶奶，我是周家的长辈，晨晨是我们周家的孩子，我管教他天经地义。倒是你夏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嫁进我们周家7年，没给家里挣过1分钱，现在还敢拿报警吓唬我？不许欺负我妈妈！不许欺负妈妈了！周雨辰，谁叫你这么没规矩的？你没规矩！奶奶欺负我你不管，你还要欺负妈妈，你是坏爸爸！这孩子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肯定是他妈教的。你是坏爸爸！夏宁也是，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，非在饭店闹。今天张姐结婚呢，这不是故意砸场子吗？我后悔我发神经晚了，才会被你们母子这么欺负。7年了，周伟，我忍你妈，忍你愚孝，忍你把我当免费的保姆。我以为只要我忍，这个家总能过下去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变本加厉，你们连我儿子都不放过。夏宁，你再胡说一句试试。我哪一句胡说了？你妈是不是欺负了晨晨？你是不是背着我接走孩子？你们是不是让我来给她的喜宴买单？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就该乖乖掏钱，乖乖做饭，乖乖道歉？妈妈，你疼吗？爸爸会，爸爸打妈妈。给我妈道歉！你今天要是不道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真是给你脸了！打得好，这种女人就是欠收拾，嫁进我们周家还敢骑到婆婆头上。周伟，你今天就该好好教训她。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都是一家人。夏宁啊，你也别太激动，今天毕竟是我和你婆婆的大喜日子，孩子的事儿回头慢慢说，大家坐下来好好吃顿饭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胡说，你觉得这是小事儿？你要是看到自己孙女被人打成这样，你也会说慢慢说吗？你少挑拨，朵朵那么乖，能跟晨晨一样吗？晨晨就是被你教坏了，男孩子一点担当都没有，让妹妹怎么了？我没有错，是朵朵抢我的东西，奶奶还凶我，我脸现在还疼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玩玩。张阿姨，孩子之间闹矛盾，你真动手打晨晨了？我就是轻轻拍了2下，小孩子皮肤嫩，看着吓人。再说了，我是他奶奶，还能害他不成？轻轻拍2下，你敢不敢让警察看看监控？夏宁，你够了没有？警察，你除了报警还会什么？家里的事非要闹到外人面前，你就这么想毁了这个家？这个家不是我毁，
是你们母子亲手毁的。行了行了，今天这顿喜宴我来买单，账单别争了，钱我出，大家都少说两句。本来就该男方买单的，哪有让女方家儿媳妇来买单的？张姐这事做的也不太像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事先说好了，今天这顿饭是女方买单。我爸不是没钱，但说好的事就该做到，做不到就别答应啊！都一把年纪了，结婚连顿饭钱都不掏，这不就是纯粹找我爸当提款机养老的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跟你爸是真心过日子，什么取款机不取款机的，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。难听？那你倒是把饭钱付了呀。还有你说的那个20万双人豪华墓地，到底是你自己拿钱买的，还是逼你儿子儿媳贷款买的？我买墓地还不是为了你爸，我这是给你爸安全感。我要不是真心跟他过日子，我会买双人墓地吗？张阿姨，我们家不缺墓地，我爸也不需要谁用墓地表真心，我们更不希望他找个老伴儿，是为了图他的退休金。话不能这么说。张姐也是有儿子的人，不至于图你们家钱。他不图钱，为什么饭钱都要别人出？他不图钱，为什么一张口就是我爸退休金高？刚才还让儿媳妇买单，这算哪门子真心？妈妈，疼不疼？妈妈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别怕，做错事的人总要付出代价。我就问你，道不道歉？你今天要是不道歉，我让你从这里爬出去！周伟，算了算了，警察马上来了，别再闹了。女人嘛，哄两句就行了。谁都别拦我！他就是欠教训。我老婆，我还管不了了！不许提妈妈！住手！把脚放下！当着我们的面还想动手？你们误会了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他。家里的事儿也不能随便动手。谁报的电话？怎么回事？夏宁是谁？是我打的电话。你先说说怎么回事。他就是小题大造。今天我妈结婚，他故意来闹场子，我一时生气才碰了他一下，真没什么事儿。对，他就是故意打电话吓唬我们。我们一家人平时好着呢。他脾气不好，经常在家闹。今天更离谱，饭钱不肯付，还把账单砸我脸上。我已经跟他提出离婚，也已经起诉。他背着我给儿子请假，带来吃他妈的喜酒。儿子哭着给我发语音，我担心才赶过来接孩子。妈妈，你来接我，我不想在这儿。孩子是你从学校接走的？我是他爸，我接孩子怎么了？我已经起诉离婚，他没有经过我同意把孩子带到这里。我来了以后，就看到他欺负了我儿子。就是他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轻轻教育了一下。你看，得多用力才会留下这么重的印子。小孩子皮肤嫩，我就轻轻扇两下就有印子了。你们别被夏宁骗了，他这个人最会装可怜。我真要是下狠手，孩子还能好好站在这里吗？就是啊，老人教育孩子嘛，这事儿真没必要闹大。孩子脸嫩，看着吓人，其实没什么。夏宁这脾气也太冲了。张姐再怎么说也是孩子奶奶，奶奶打孙子两下，哪能算什么大事儿？不是的，奶奶你骗人！奶奶你打我，力气很大，我脸到现在还疼，也不是只扇了耳光，你还掐我。明明不是我的错，是朵朵要抢我的玩具，我想回家，你不让我走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我哭了你就掐我。晨晨，你胡说什么？谁让你这么说话的？是不是你妈教你的？不是妈妈教的，是你真的掐我。你总是让我让着别人家的孩子，妹妹要什么你就让我给什么，我不想给你就骂我，你还说我跟妈妈一样不懂事。你这个孩子怎么乱说话？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话？我就是吓唬你一下，哪个大人没吓唬过孩子？他是我孙子，我吓唬两句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外人。是不是外人不影响我们判断是否存在伤害未成年人的行为。亲奶奶也不能随意对孩子动手。我没有虐待，我真没有，我就是气急了。饭店有监控，你们可以查看。不管是不是孩子奶奶，孩子作为独立的人都不该受到这样的伤害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追究他们该承担的责任。这是一个7岁孩子身上的伤，他说这是教育，可教育不该伤害孩子，更不该羞辱和恐吓。还有我，这是我丈夫周伟弄的。
您刚才也看到了，他刚才情绪已经失控，在你们进来之前，他还想对我动手。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进来，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。夏宁，你少夸大其词，我什么时候要踹你了？警察进来的时候，你的脚是不是还抬着？刚才的记录是不是已经拍下来了？我真不是想伤害他，我就是吓唬一下。他今天太过分了，他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把账单砸我妈脸上，还非要把事情闹大。我一时冲动才碰了他一下，我没真想把事情弄成这样。就是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儿子从来没这样过。今天就是他太气人了，他才碰了他一下。夫妻之间吵架拉扯一下怎么了？我们那一辈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这都是小事儿，过日子哪家没有点摩擦啊？对，夫妻嘛，吵吵闹闹很正常。今天闹得难看，明天就好了。你们工作也忙，没必要为了这种家里的事儿折腾。夏宁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得改性子。周伟平时对你已经不错了，他赚钱养家，你在家带孩子，哪有男人一点脾气都没有？你非要闹着离婚，以后哪还能找到周伟这样的男人？女人离了婚还带着孩子，日子怎么过？你现在在气头上说离婚，等真离了，以后后悔都来不及。张姐就是嘴上厉害一点，可她到底也是你婆婆，你低个头，一家人不就过去了吗？他们是亲戚，自然不会向着我这个外人说话。他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只是想把这件事变成小事，但对我和孩子来说，这不是小事。我只希望你们去看监控。夏宁，你真要做这么绝？做绝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你这个女人真狠毒，非要把自己丈夫和婆婆逼成这样。你儿子以后知道了也会怪你。我现在头很晕，耳朵也疼，我要做检查，我也要求依法做相关鉴定。可以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会按规定处理。小朋友，你现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晕，耳朵疼，脸现在也疼，胳膊也疼，肚子也有一点疼。是不是刚才碰到了？奶奶刚才打我的时候，我摔了一下。我儿子也要做检查，脸上的红痕、胳膊上的伤，还有他说头晕耳朵疼都要检查。我要把所有情况都记录下来。好，你们母子的情况我们会安排检查。用不着这样吧，孩子就是有点夸张，夏宁也是，他就是想把事情闹大。再说这都是家里的事儿，做什么检查？是否需要检查，由当事人提出申请，我们会按规定处理。你现在不要再干扰。什么受害人？我才是受害人。我结个婚被他闹成这样。张阿姨，你可真有意思。孩子脸上的红印是假的，胳膊上的淤青也是假的。事情都这样了，你还说自己是受害人？这是我们周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你马上就不是我们吴家人了，我当然要插嘴。我爸差点就娶了你这种人，我还不能问清楚？监控还在，包厢和走廊都有，声音也能录到一部分。不许看，这是侵犯隐私。我们在包厢吃饭，你们凭什么调监控？现在已经涉及未成年人受伤和家庭暴力，我们会依法调取相关监控，请你配合。奶奶，我想回家，我要妈妈。这也太狠了，亲孙子都这样。刚才还说只是轻轻弄两下，这叫轻轻？孩子才多大呀？你还是人吗？这是你亲孙子啊！对一个7岁的孩子都能下这么重的手，弄得孩子胳膊都青了一大片，脸都被你弄成那样了，你还说那么难听的话？你懂什么？我教育我孙子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教育？你管这叫教育？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听着都嫌难听。你对亲孙子都能这样，以后真要进了我们家，朵朵落到你手里，还能有好日子过？爸爸，奶奶以后会不会也这样对我？爸，你今天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要娶回来的人，他对亲孙子都能这样，你真觉得他以后会真心对我们好吗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你要是还敢跟他领证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朵朵我自己带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他碰孩子一下。吴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跟你爸的事儿，轮得到你插手吗？我都答应以后帮你们照顾孩子了，我会对朵朵好的。对朵朵好，你对亲孙子就是这么好的。你所谓的好，就是拿孩子撒气吗？爸，小梅说的没错，这个人心太狠了，对亲孙子都能这样。以后朵朵真跟他生活在一起，谁知道会受多少委屈。吴峰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今天是晨晨不听话，他是被他妈教坏了。朵朵那么乖，我肯定会疼她。不用了，我们不敢信。这门婚事，我坚决不同意。这个证绝对不能领。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下重手，你们都冤枉我。我就是教育了孩子2句，我是他亲奶奶，我还能害他不成？都是夏宁挑唆的，是他天天在孩子面前说我坏话，是他故意毁我的婚事，他就是见不得我过得好，他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。你自己对孩子做了什么？监控已经拍得很清楚。毁我婚事，我跟你没完！夏宁，你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是不是？今天我一定给你好好算账！住手！不许动手！妈，放开我！在警察面前还敢蓄意施暴、寻衅滋事，你们是想罪加一等吗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教训我家的人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夏宁就是个丧门星、狐狸精，他克夫克家，他就该被打死！你们警察别多管闲事儿！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家务事儿，夫妻吵架，奶奶教育孙子，天经地义，你们别插手。我老婆我想打就打，我儿子我妈想教育就教育。家务事也不是实施家庭暴力、虐待未成年人的挡箭牌。我们已经全程录像取证，你当众殴打妻子，你母亲故意虐待辱骂未成年人，这2项都是明确的违法行为，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搪塞过去的。什么违法？我打自己孙子也违法，以前谁家孩子不挨打？以前错的事儿，不代表现在就合法。孩子不是你随便发泄情绪的工具。算了，老吴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婚我不结了，从今往后我们2家人一刀2断，互不相干。不结了？你说不结就不结？你个老东西，你始乱终弃！张秀霞，你说话别太难听。我哪里说错了？我都为你买了20万的双人豪华墓地了，现在你说不结就不结，那我的钱怎么办？你必须给我赔偿，不给我钱，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你买墓地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又不是我们家让你买的。我那是为了你爸买的。我爸从头到尾都没让你买，你想用这个绑住他，算盘打错了。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我也得去接孩子了。我单位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我最后再跟你们说一次，现在你们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诚恳向夏宁和孩子道歉，拿出实际行动认错，争取对方谅解；第二，我们依法将你们母子2人带回派出所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该承担的后果一样都不会少。道歉？不可能，我没错，我1没偷，2没抢，教育孙子，教训儿媳妇，何错之有？要抓就抓，我还怕你们不成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！我也不道歉。夏宁他就是欠收拾，他就是故意找事儿，拘留就拘留，等我出来，我照样能治他。我坚决不和解，我要求依法严肃处理。我和我儿子现在就去做正式检查，保留所有证据。我要为我自己，也为我儿子讨一个公道。好，我们尊重你的诉求。现在我们先把周伟和张秀霞带回去处理，随后会安排送你们母子去医院做检查，全程都会有人陪同。别靠我，
大年纪了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就是一时冲动，我真没想怎么样。警察同志，没必要吧？我配合，我不跑。是否使用约束措施，由我们依法判断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心软，绝不会再退让。我要带着我的孩子，重新开始属于我们的生活。妈妈，医生会不会很疼？不疼，医生只是看看你哪里受伤了。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小朋友别怕，叔叔也在这里。谁打了你，谁就要承担责任。先看孩子，这么小的孩子，脸都肿成这样了，不能拖。这是大人打的，是他奶奶打的。亲奶奶。乖，医生先帮你看看。孩子因为被剧烈扇耳光，已经出现轻微耳鸣和骨膜充血，尤其是胳膊上的掐痕，力道不轻。严重吗？目前看属于轻外伤，但孩子太小，后续还要继续观察。如果耳鸣加重或者出现头晕、呕吐，一定要立刻回来复查。这哪里是奶奶教育孙子，下手也太狠了，再重一点，后果会更严重。别怕，以后妈妈不会再让他碰。妈妈，我以后真的不用爱见奶奶了吗？谢谢叔叔。不用谢，你很勇敢。以后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也要像今天这样说出来。夏宁，你坐下吧。也是被打的。我丈夫打的。打了几次？今天1巴掌，之前他把我甩到展示柜上，头撞了一下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几天。当时有没有恶心呕吐？没有，就是头痛。现在呢？现在头晕，耳朵疼。去安排一下，做个进一步的检查。好的。你耳朵因为被狠狠扇耳光，已经出现骨膜充血和持续性耳鸣。头部之前撞击展示柜，再加上这次暴力击打，已经有轻微脑震荡反应。脖颈处还有明显抓扯红痕，这些都要记录。这些伤都会写进记录。你确定坚持追究吗？我坚持，我不和解。我不能再让他们觉得打老婆打孩子不用付出代价。你做得对，很多人就是因为一次次忍，才让施暴的人越来越肆无忌惮。你从头开始说，什么时候开始分开住的？什么时候提出离婚的？今天孩子是怎么被带走的？你有没有证据？有，这些我都带来了。你这些都提前整理好了？从我决定离婚那天开始，我就在整理。我以前总想着忍一忍，可他们打到我孩子身上，我忍不了了。你做得很对，证据越完整，后续处理越有帮助。不就是一点皮外伤吗？至于这么小题大做？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毁我。今天本来是我结婚的大好日子，全被他搅黄了。你现在需要把对孩子动手的经过说清楚。什么殴打？我是他奶奶，我管教我孙子怎么了？他不听话，我打2下还犯法了？监控里，你对孩子有明显的伤害行为，还存在辱骂和威胁。我就是说几句气话，谁家老人不说孩子2句？现在的小孩太娇气了，以前我们小时候谁不是挨打长大的？我看夏宁就是故意拿孩子做文章，拘留几天就出来了。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？等我出去，我非闹得他不得安宁。真的没必要，我也没真把他怎么样。夫妻之间闹一下怎么了？对，他今天把我和我妈的脸都丢尽了，我要是不管他，以后他还不得骑到我头上？你认为对妻子动手是正常行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一时冲动。再说她是我老婆，我们2口子的事儿，她非要报警，这不是把事情闹大吗？你是否说过要把孩子抢回来，还让他什么都得不到？孩子本来就是我们周家的，她一个没工作没依靠的女人，凭什么带走孩子？等我出来，我照样能把孩子抢回来，让她什么都拿不到。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一个对妻子动手，一个对未成年人实施伤害，现在证据完整，检查结果也已经出来。什么意思？真要拘留啊？对周伟处以行政拘留15日，并处罚款；对张秀霞处以行政拘留15日，并处罚款。什么？15天？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还要这样处理我？我知道错了，
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闹事了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一时气急了。能不能罚点钱算了？拘留15天，我工作怎么办？孩子不是谁的私有物，亲属关系也不是你实施伤害行为的理由。能不能帮忙劝劝我老婆？夏宁，你是否接受和解？我不接受，我坚持依法处理。夏宁，你真要这么狠？我可是你婆婆！从你掐晨晨打他的时候开始，你就已经不配做他的长辈。你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以前一次次心软。夏宁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出来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我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，我让你永远见不到孩子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敢这么对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给我记住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离婚是吧？我让你什么都拿不到。妈妈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。那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？不会，妈妈不会再让他们伤害你。姐，你是说他们之前因为打你和孩子被关过？对，他们出来以后很可能会来找我和孩子。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孩子还小，我怕他们会直接闯进来。你放心，我们这小区虽然普通，但住户安全肯定会管。你把他们照片发给我，他们只要进小区，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注意。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你门口最好装个监控，以后真闹起来，有视频比什么都好用。我已经买好了。妈妈，爸爸和奶奶还会来吗？可能会。他们出来以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必须提前把一切准备好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和晨晨陷入被动。夏宁那个小贱人，他以为把我们关15天就赢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妈，先去找他，孩子必须抢回来。对，立刻去他那个出租屋，我要把他赶出去。他不是靠包包子赚钱吗？我就把他辛辛苦苦包的包子全毁了。我看他拿什么养孩子。妈妈，别怕，他们来了。夏宁，你个小贱人，丧门星，给我开门！你有本事害我们进去，有本事开门啊！你把我们母子关进去15天，我不扒了你的皮，我就不姓张。妈妈，是奶奶。妈妈知道，别怕，她进不来。夏宁，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？孩子给我交出来！你一个没工作没依靠的女人，不配养我周家的孩子。周雨辰是我儿子，凭什么把他藏起来？妈妈，我不要跟他走，我不要回去。别怕，有妈妈在，还有保安叔叔和警察叔叔在，他们进不来，也伤害不了我们。王队长，他们来了，现在正在砸我家门。别开门！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居民楼，不准恶意砸门，马上停手！滚开！这是我儿媳妇家，我找她算账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你们已经影响其他住户正常生活，再不停止，我们马上报警。我找我老婆孩子，轮得到你们管？里面的住户您好，我们是物业工作人员，外面有人恶意闹事儿，正在打砸房门，我们已经把现场控制住了，请您放心。妈妈开门，你站在妈妈身后。夏宁，你居然还敢找物业拦着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儿没用！喂，你好，我在幸福小区2号楼3单元，有人恶意砸门，试图强行闯入伤害我和孩子，请你们立刻过来。妈，别闹了，警察马上就到了，再闹下去，我们又得进去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！妈，不就是拘留吗？我不怕，
离婚是吧？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，房子、孩子你一样都别想带走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张秀霞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门口监控都录着，电话也一直通着，你继续威胁。啊，你别闹了，这些都会成为证据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威胁我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夏宁，你别以为装的这么冷静就赢了。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撑多久？法院不会把孩子判给你，房子也不可能给你，你迟早会回来求我。那就法庭上见，别在我家门口发疯。你们现在立刻离开，再敢来闹事儿，就永久不准再进小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看门的也敢管我？我们维护这里的安全，不是站在这里听你辱骂的，请出去。夏宁，你等着，我迟早让你哭着回来求我们。孩子我一定会要回来，你别想霸占我儿子。夏女士是吧？法院专递。周伟，我原以为你最多只是想争房子、争孩子、争钱，喂，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能无耻到这个地步。你怎么有脸说我婚内出轨，说我虐待孩子，连那20万墓地贷款你都敢写成夫妻共同债务，你居然还想抢晨晨抚养权？我说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妈妈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妈妈在处理一点大人的事情。是不是爸爸又欺负你？他欺负不了妈妈，他说谎，妈妈就拿证据反驳他。你好，我想委托离婚诉讼，对方存在家暴、虐待孩子，还有恶意造谣，现在正在争夺孩子抚养权。我手里有报警记录、伤情鉴定、视频录音和流水。你准备的很完整，这些材料对你很有利。他说我婚内出轨、虐待孩子，还说我转移财产，这些能反驳吗？当然可以，谁主张谁举证。他污蔑你就必须拿出证据，没有证据就是造谣。那20万墓地贷款呢？这笔钱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，而且是在你不知激情的情况下，他私自贷款给母亲买墓地。这种情况，我们会主张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孩子抚养权呢？孩子一直主要由你照顾，对方还有家暴记录，张秀霞还有虐待孩子的记录，这些对你争取抚养权非常有利。夏宁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还敢请律师？你是不是早就想着把我们周家的钱全卷走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没良心啊！结婚7年，不孝顺婆婆，还带着孩子跑，她就是个丧门星。她在外面乱搞，还卷走家里的钱，不管孩子死活。张秀霞，你继续造谣，我会一起起诉。起诉？你除了报警起诉还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女人名声坏了，看谁还敢要你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。这老太太怎么天天来闹？不是刚出来吗？还敢这样？姑娘，要不要帮你叫人？谢谢，我已经报警备案了。丧门星，不要脸，狐狸精，卷了我们周家的钱还想跑，你妈不是好东西，她早晚把你也带坏。少你们！我让你找律师，我让你离婚啊！我让你跟我作对，我打死你！救命！他打人！帮我报警！你疯了吧，小王！差点的说什么呀？还敢当街打人？你让开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。什么你家的事儿？人家都已经起诉离婚了，你还在这里打人，你这是犯法！喂，警察吗？你个小贱人！老师，我打他怎么了？他害我儿子，他害我进去拘留，我打他都算轻的。你上次刚因为殴打他人被处理，这次又寻衅滋事、故意伤害，证据清楚，依法处理，行政拘留7天，并处罚款200元。夏宁，你等着，我出来还找你！你来一次，我就处理一次；你每闹一次，我手里就会多一份证据。夏宁，你真狠！你把我妈又弄进去了，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们？他违法被处理，不是我逼他。你
你不是靠包子赚钱吗？我看你还怎么赚。夏宁，你快回来，周伟来了，他把你东西全砸了。你又报警？对，你毁坏我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处理。我是你丈夫，你的东西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砸了又怎么样？这些设备是我个人经营使用，这些包子是客户提前预定的商品。你故意毁坏财物，监控和证人都在，你自己去解释。我们亲眼看见他砸的。他进来就掀包子砸机器，这是我老婆的东西，我砸自己家的东西不犯法吧？你们现在正在处理婚姻纠纷，这些经营设备和商品都具有明确经济价值，你故意毁坏财物，已经造成实际损失，依法处理，行政拘留10日，罚款1000元，并承担全部经济赔偿。夏宁，你真行，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狠？我以前也没看出来你这么烂。你现在每砸一次，每闹一次，每威胁我一次，都是在帮我赢。谢谢你提供证据。就是他们吧？听说还虐待孩子，还家暴老婆，儿子还去砸人家做生意的地方，真是一家子奇葩。离婚官司第一次开庭那天，我天还没亮就醒了。妈妈，你今天要去开庭了吗？妈妈今天去处理事情。我也要去，那里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。我不怕，我怕他们欺负你。好，那你跟妈妈一起去。但是晨晨记住，到了那里不要害怕，那里讲证据，不是谁闹得凶谁就有理。我知道。他们今天肯定会说很多难听的话。我不怕。记住，我们有证据，他们只有嘴。小白眼狼，看见奶奶也不知道叫人。妈妈，我不想叫他。不想叫就不叫。夏宁，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。请注意场合。现在开始，双方是否同意结束婚姻关系？我方坚持解除关系，双方感情已经彻底破裂。我也同意。这种女人，我们家也不敢留。注意你的用语。我方认为，原告在婚姻期间从未外出工作，7年以来一直依靠被告收入生活，对家庭没有实际经济贡献。就是他在家闲了7年，周伟一个人赚钱多不容易。原告平时不孝顺老人，情绪暴躁，还经常和家人发生冲突。对，他天天骂我。保持安静。我方认为，原告存在伤害孩子行为，并故意挑拨孩子与父亲、祖母之间的关系。不是，妈妈没有伤害我，是爸爸欺负妈妈，是奶奶欺负我。晨晨，别急。小朋友不要害怕，后面会让你说话。此外，我方认为原告存在转移共同财产行为，长期隐瞒家庭收入。根据被告及其母亲陈述，原告婚内至少藏有50万元私房钱。我就说他肯定藏钱了。不给买墓地，原来是不想拿出来。请求双方解除婚姻关系，孩子由周伟抚养，由原告按月支付费用，相关房产归周伟所有，20万墓地贷款属于共同债务，应由原告共同承担。夏宁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以为找个律师就能赢。针对被告方刚才的陈述，我方全部不予认可。被告方所有指控没有任何证据支持，相反，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长期存在暴力行为，并存在伤害未成年的行为。请开始举证。我方申请由本案的证人夏宁出庭作证。夏宁经检查存在嘴角撕裂、耳鸣和轻微脑震荡反应，属于家庭暴力导致的气微霜。周雨辰经检查手多处淤蹭掐痕，同样属于气微霜。周伟因伤害他人被行政拘留15日，并处罚款。张秀霞因同样被行政拘留15日。我那是一时冲动，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未经允许，不得随意发言。第二组证据是原告7年来的家庭开支明细。用于证明被方所谓没有经济贡献和藏匿财产的说法完全失实。周伟每月转账6000元，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支出，扣除固定开销后几乎没有剩余。这些支出都有对应凭证吗？全部都有，包括银行流水、缴费记录、购物记录和聊天记录。
被告方声称原告藏有50万元，但没有提供任何资金流水，也没有明确财产线索，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。他肯定藏了，他就是不想拿出来。再扰乱现场秩律，立刻请离现场。这是原告包子收入流水、客户证言以及孩子学费缴困记录，用于证明原告长期靠卖包子补贴家养，并承担孩子学费。客户证明夏宁多年凌晨做包子，每天接单送货。邻居和老师也证明孩子长期由夏宁照顾、接送和沟通学校事务。接下来播放贷款相关录音。钱已经贷出来了，给我妈买双人墓地。这20万贷款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商量？跟你商量有用吗？你肯定不会同意。我妈想要，我当然得买。所有证据链完整、清晰、合法、有效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那些全都是假的。夏宁就是个骗子，他就是不想给我买墓地。你们全都偏心，都帮着那个小贱人。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辱骂，扰乱现场秩序。再继续扰乱，立刻请离现场。我不服！我儿子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他凭什么分房子？他凭什么不给我养老？他害我进去，他才该坐牢！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我要告你们！凭什么赶我走？我要告你们！夏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毁了我的家，毁了我的人生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！保持冷静，不得辱骂、威胁他人。经审理查明，双方长期存在家庭矛盾，被告周伟存在暴力行为，张秀霞存在伤害未成年人的行为，双方关系已经彻底破裂，无法继续维持，准许双方解除婚姻关系。孩子由夏宁负责照顾。妈妈，先听完。周伟需按月支付相关费用。凭什么？保持安静。相关房产归周伟所有，但需返还夏宁婚前出资9万元。9万？还要我还他9万？20万元贷款属于周伟个人债务，由其自行承担。那是给我妈买的，怎么成我个人债务了？该贷款并未用于共同生活，原告也并不知情，因此不属于共同债务。再扰乱现场秩序，将依法处理。宣读结束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不是难过，妈妈是高兴。那我们赢了吗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不服！我不服这个结果！孩子凭什么给他？房子凭什么还要我给他9万？那20万凭什么让我一个人还？夏宁，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？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骗我的钱和房子？如对结果不服，可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。你们都偏向他，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装可怜。请立刻坐下。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，终于放下了。妈妈，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再怕他们了？对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们会越来越好。快处理逾期款项，再不处理将影响您的信用记录。都怪你没本事，还不是你天天惹事儿。就是他吧？听说儿子工作也丢了。张秀霞再也没有了以前撒泼时的底气，而周伟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熬。有些人永远学不会怎么爱别人，可离开错的人以后，生活真的会一点点变好。